二小姐说了，不守贞操的女子上受家法。又梦到前世的记忆了。是谁在说话？前世，姚家因为我命格不好，将年幼的我扔到乡下庄子，自生自灭。时至8年后，皇帝突然选秀，他们又将我骗回姚家，让我替姚青鸾入宫，在把我利用彻底之后，又设计辱我清白。我受尽苦楚折磨，病死在破庙之中。临死前才从姚青鸾口中得知，原来我心生外泄，姚家父母和姚青鸾3人都能听见我的心声，这才将我轻易玩弄于股掌之上。他怎么好像能听到我心里想什么？你才发现啊，不止我，爹娘都能听到你的心声，不然你以为我们怎么能轻松拿捏住你呢？本想找处僻静所在承受天劫，却没想到将你牵连进来了。罢了，一切皆是天意。苍天有眼，我死后重生，回到庄子上，不知为何眉间出了这枚朱砂，竟可以帮助我控制思绪。这1个月来，我苦练控制思绪之法，终于可以自如控制我的外放心声。父亲母亲青鸾，这一世我会和你们好好相处，共聚天伦之乐的。父亲母亲青鸾，这一世你们就好好听着我的心声，然后一起下地狱吧。前世今生，万象所示，能助我度过天劫的双命之人，难道是他？难道？但是又是为何？此人竟然会有2种截然不同的心声，这到底去吗？这大小姐不是命格不好，一出生就送庄子上去了吗？怎么突然要接回来？这不是皇上突然要选妃吗？换了你是老爷，你舍得把二小姐送进宫吗？肯定不舍得。咱们青鸾二小姐可是京城第一美女，才貌双全，皇上都念过花甲了。别到头来嫔妃还没当上，皇上就……爹娘，我真的重生了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这是什么妖术？他的嘴巴明明没有动，为何能听到他说话？这莫非是他的心声？爹娘，这么多年是女儿不孝，都没有侍奉在侧，都怪女儿前世无用，我们姚家才会被诬陷谋反，抄家灭族。什么？你说？姚安国，上一世你凭借我的心声，官拜首辅，权倾朝野。这一世，我倒要看看还能不能如你所愿。青青，这些年在庄子上受苦了。娘，青青不苦，苦的是母亲你啊！前世母亲被贬为奴婢，受尽搓磨，最后还被姚青鸾逼着跳入冰湖。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？雪禾，你为了让姚青鸾攀附权贵，不惜对我下药，毁了我一生。这一世，我看你和姚青鸾还如何母女情深。青鸾不会这么做的，一定是青青胡说八道。青青，跟母亲进府吧。爹，姚青青这是什么妖术啊？什么前世重生？早知道就不该接她回来。
传闻中，开国太祖皇帝的幼女就曾心生外放，预言未来之事。难道我姚家也出了个神异之人？若不接她回来，难道你愿意入宫吗？我当然不愿意，女儿早就跟太子互许终生，怎能入宫去伺候他父亲？既然不愿意，这些日子就要好生哄着姚青青，让她心甘情愿地替你入宫。走吧。说命时居然真的出现了，姚家众人似乎只听到他一部分心声，为何只有我能听见他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声？此女子居然和我有一丝因果牵连。果然还是这个房间。青青，这个房间是你妹妹青鸾特地为你布置的，你看可喜欢？娘，我可不可以换个地方住？姐姐，这玲珑居是我精心安排，就算你不喜欢，好歹也住上几日吧。啊，你看这个摆件，有劳妹妹费心了。可惜这屋中家具装饰都以毒药炮制过，若是长期居住，会让人心悸多思，虚耗而死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妆台，姚青鸾似乎还特意多打造了一个送给母亲。姐姐，这屋里的家具可是太子开了口，亲自让皇家造物司赶工出来的。姐姐若是觉得不好，定是那些匠人们疏忽怠慢。也是，青鸾性子纯善，怎么可能想出家具禁毒这种伎俩？多半是那些匠人受人指使，暗中做了手脚。看来这选秀不太平。青鸾一句话就能说动太子，看来两人好事将近，不愧是我的女儿啊！太子，莫非妹妹和太子？讲到此处啊，其实这也是我们接你回府的原因。皇上突然选秀，我们尚书府又在选秀名单之上，你妹妹她……爹，女儿明白，女儿愿意替妹妹进宫选秀。多谢姐姐成全我和夫君。前世姚青鸾不过是太子的妾室，连个侧妃都算不上，还夫君。这声夫君是不是叫得太早了些？妹妹莫非很愁嫁？娘，母亲待姚青鸾那么好，还最用下毒的家具，想让母亲神思虚耗。尚书府的吃穿用度全靠母亲的嫁妆支撑，只要母亲精力不济，那尚书府的财政大权，姚青鸾的野心不小啊。姐姐若是觉得这里不好，我再给你重新布置一间。别折腾了，就这样吧。这间卧室就给青鸾住，青青，你就去住青鸾原来的房间。什么？娘！哼！娘！看来妹妹不舍得。姐姐，一间闺房而已，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哦，你是嫌弃这间屋子的妆台不够你的华丽是吗？那好，我这就叫人把我房里的新妆台给你送过来。娘说笑了，姐姐若是喜欢，我们换着住便是。换什么换呀？青青，你才刚回府就抢妹妹的卧室。父亲明鉴，女儿没有。糟了，我对姚青鸾的敌意是不是太过明显了？可是想到前世就是姚青鸾害得姚府覆灭，我怎能不恨他？姚锦仙，你血口喷人！住口！秦鸾怎么可能会陷害姚府？就算她嫁出去，姚府也是她的后盾，她绝无可能做出如此自毁长城之事。秦青，你才刚回府就惹事生端，真是太令人失望了。来人，在上家法。这些盐水再送你。爹，姐姐刚刚回府，您别太苛刻，小事惩戒也就罢了，女儿家最重脸面。父亲息怒，女儿知错了。前世姚青鸾表面顺从父亲，加入太子府，实际却背着父亲和二皇子暗通款曲，将祸国殃民的政务放入了太子府和姚府的书房。太子和姚家抄家灭族，姚青鸾却在二皇子登基后成了贵妃，而她一生荣宠都是踩着我们姚家众人的尸骨爬上去的。要我和她姐妹情深，做不到。爹，好啊，
真是我的好女儿。真是我的好女儿！你姐姐刚回来，你就将这些肮脏手段用在她的闺房里，为父今日必须要好好的惩戒你。青青，你先回去好生歇着，明日开始，娘请人教导你宫中礼仪，先好生学着，莫在选秀的时候丢了我们姚家的脸面。是，娘。其实这宫中礼仪不学也罢，反正过几日江州堤坝垮塌的消息入京，这场选秀自然会不了了之啊。女儿家多学些礼仪没有坏处。过几日啊，娘为你举办一场洗尘宴，让你好好结识一下京中贵女。娘，女儿可否预支一些月钱？府里吃穿都有，有什么需要你用钱的地方？女儿就是想添置一些胭脂水粉。前世就在我回府2日之后，官府突然征粮，米价翻了3倍不止。又过了几日，八角莲和苦坛子的价格也会暴涨10倍，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发财的好机会。啊，女儿家是该好好打扮自己，去账房上取50两银子吧。谢谢娘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听见他说的了吗？10倍呀！他的心声未必做得准，暂且观望吧。是真是假，2日后自有验证。姚琴鸾，你老实说，你真的和二皇子有私情？爹，您不要听信他的话，女儿怎么可能害姚家呢？想好了再说。二皇子他的确私下找过女儿，说过几次话，可是女儿绝对没有引诱二皇子，都是他主动来找女儿的。混账！爹，女儿现在跟二皇子什么都没有做过，那些什么谋逆栽赃，都是姚青青胡乱臆测的。爹，您若是不相信姚青青的心声，此刻便不应该责罚于我。您若是相信她的心声，她说未来登上帝位的是二皇子，岂不正说明爹你现在选择辅佐太子是选错了吗？你还敢嘴硬？你都和二皇子说了些什么？他对你和太子是如何看待的？他说他让我继续跟太子交好，为他传递信息。这么说，那姚青青说的是真的了？二皇子叫你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。爹，二皇子我们也得罪不起，我只能……别让太子知道。爹，他刚刚说的江州堤坝是二皇子建造的那个，那女儿是不是应该去提醒一下二皇子？万万不可！为什么？二皇子心思重，贸然告诉他，他必不会信。江州堤坝无事倒好，若真有事，他反而会起疑心，是我们做了手脚。倒不如等皇上问责他，为父在雪中送炭，或许更能博取他的好感。况且，若姚青青真如太祖皇帝的幼女一般，是神女降世，那就是我姚府的一场大造化。来人！老爷，速取快马去江州查探堤坝是否有损。是。姚青青，你坏了我的大事，又让父亲对你上了心，果然就不该让你回府。明日接风宴，我定要你在全京城才俊面前出镜亮相，断送你攀龙附凤的心思。青鸾妹妹，这就是青青姐姐吧？是啊，你妹妹可是京城第一闺秀，才名远扬。想来青青姐姐应该也不遑多让吧？我自幼在乡下庄子长大，哪会什么琴棋书画？周小姐有所不知，我这姐姐虽然刚刚回京不久，但是天资聪明，不仅书法画技远胜于我，昨日下棋还赢了父亲半子。当真？果然不一样。妹妹你，姚青鸾这是和前世一样，故意要给我难堪。还好我重生之后刻意苦练琴艺，应该不至于给我姚家丢脸。唉，那好吧，那我就为大家抚琴。对了，我昨夜梦中偶得仙人一曲，实在忍不住要献丑，让众位姐妹一同品鉴。不如我抚琴，姐姐作舞，大家觉得如何？
姐妹同台献艺，倒是佳话。是啊，是啊，青鸾小姐的琴声可是京城一绝。至于姚大小姐的舞姿，大不了我们都闭着眼睛欣赏就是了。姐姐，你不要有太大心理负担，随便一舞即可。好。这个姚青鸾居然不按照上一世的套路走，我从未跳过舞，看来今日难免丢人了。还好这里只有女眷，要是被太子和二皇子看到……至于表演的场所，就定在正厅吧。正厅不行，正厅男女同席，我不行。姐姐别怕，这是你回京的第一次亮相，妹妹自然要让你的影子被京城那些最顶尖的青年才俊看见。皇兄，太子到，二皇子到。妹妹，我……此人的衣服和前世为我超度之人一模一样。前世超度，这就是我和他因果相连的原因。这姚青鸾果然才貌双全，不知道定了人家没有？这等人物哪还轮得到咱们店姐？你看那边，太子和青鸾妹妹在一起，真是一对璧人。哎，那个姚青青是上去演木头桩子的吗？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，傻兮兮的。她一个从乡下庄子里回来的废物，你指望她跳什么？有点功夫啊！还好姚青鸾弹的这首曲子，我前世特意练过舞蹈，他若再弹快些，我就跟不上了。听起来好奇怪啊！姚青鸾这蠢货，还真的弹快了。可惜如此激昂战曲，若有剑在手就好了。此曲蕴含杀伐之意，姑娘这般柔弱舞姿，怕是不合。多谢贵客指点。这姚尚书家的女儿，可真是一个比一个优秀啊！妹妹，没事吧？不用你，姐姐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。诸位，青鸾才疏学浅，贻笑大方了。姚青鸾，今天就让众人知道，你这京城第一才女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多谢贵客赐剑，不知尊姓大名？在下玄葛，今日得见姚大小姐的舞姿，三生有幸。姚青鸾和二皇子私会，这等好戏，如果让太子亲眼看到，会是怎样的场景？今日姚府后花园有一株合欢树，开出了4色花朵，各位是否有兴趣去观摩观摩？荷花4色花朵，真的？可以，甚好，还请姚大小姐引路。公子请。
怎么生气了？方才殿下的眼睛都快粘在那小贱人身上了，这会儿又何苦来招惹我？若非她是你姐姐，本王都不屑于看到她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青鸾，你还吃这些飞醋啊？啊！刚才大殿上是谁和太子眉来眼去？你不做解释啊？你个没良心的！你明知道我跟太子那都是为了给你打探情报，你还说这样的话。还有那个小贱人也会家中设局害我，让我被父亲责罚。这姚尚书也太严格了吧？没事，本王去和他好好说说。别去，我不想殿下为了我和父亲争执，殿下心里疼我就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只要青鸾心里有我，我心里也只有你明白。谁？谁？糟了，被发现了。原来是姚青青那个贱人。妹妹这是和二皇子在一起，二皇子不会灭口吧？姚青青，你鬼鬼祟祟来后花园做什么？妹妹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姐姐这话真是欲盖弥彰，你是什么都没看见，我倒是看见了。姐姐刚回府中就不甘寂寞，居然在这里和下人私会。是，本王也看见了。这姚府新回来的大小姐疏于教养。二殿下，姚青鸾，你污蔑我！明明在此私会的是你。姐姐不妨试试，看看今日府中宾客究竟是信我这个京城第一才女，还是你这个初来乍到的乡野村姑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发生什么？皇子，姚青鸾怎么会在后花园呢？姐姐，我只是好心规劝你几句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二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发生何事啊？太子殿下，二皇帝怎么看起来如此狼狈？皇兄，我多亏大小姐带路，没想到这花园一隅还有如此幽僻之所。这等傍柳随花的景色，平常也能看见吗？玄公子言轻了，浮花浪蕊也要等时节到了，花开才看得到。玄公子，此地确实僻静了。玄公子刚刚是跟着大小姐一起来的，那二皇帝就是何？太子殿下，二殿下碰巧经过，看到臣女在管教青青，所以驻留询问缘由。你这心惊她，太子殿下，您不要怪青青，她刚从乡下回到府中，不懂规矩，许是在乡下动手习惯了。太子殿下，臣女没有，是姚青鸾自伤污蔑。这大小姐的脾气也真是差，你看青鸾小姐的脸上都有巴掌印了，到底是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没教养。你们二人各执一词，姑也不好轻易决断。那玄公子有何高见呢？在下未曾看清事实经过，不知全貌，难以辨识。不如就让大小姐再打定妹一巴掌，看看两边掌印是否一致。什么？这人谁啊？敢出这种主意？这不是当众羞辱青鸾小姐吗？我看这个什么玄公子马上就被赶走了。好大的胆子！你什么身份，竟敢教太子做事？就按玄公子说的做。殿下你，臣女领旨。皇兄，我看见了，就是姚大小姐打的姚二小姐。是吗？可惜了，姑没看清。曹大小姐还不动手？是。力道有些小了，掌印看不清，再打。是。再打。是。这姚青鸾的脸可是要丢光了。再打。再打。再打。脸都被打肿了。
判不轻。够了，皇兄，你如此断案，未免有些不公吧？二弟似乎很偏袒于二小姐。臣弟只是据理力争。姚大小姐打的掌印，显然要比另一边脸上大些。姚二小姐，你是拿姑当傻子耍吗？太子殿下，分明是因为他刚才打了太多下。有道理。殿下，你要为青鸾做主啊！哦，是在下疏忽了。这样吧，姚大小姐，你刚才在令妹的右脸上打了4个巴掌，再在左脸上补上3个巴掌，这样两边掌印一致，太子殿下就能看清楚。玄公子所言甚是。这太子殿下怎么也不护着青鸾小姐啊？难道……你可别乱说！你看太子殿下的脸多绿啊！太子殿下，臣女不想追究此事，就当臣今天这几巴掌是我自己打的吧。这怎么行？二弟都已经挺身而出为你鸣不平了，你看看他都已经怒发冲冠，发髻都歪了。此事要是这么算了的话，岂不显得姑处事不公？大小姐，继续。是。太子殿下，是臣女敲打青青时一时错手，打伤了自己，臣女知错。这么说，正如大小姐所说，你是有意自伤污蔑了。臣女知错。京中对青鸾小姐一直推崇有加，想不到你竟做出这种恶事。来人，把他押下去。是。交给姚尚书自己处置吧。殿下，热闹都看完了，还不走？走吧。臣女多谢太子殿下。哪里，还是要多谢姚大小姐，帮我看清姚青鸾和二弟之间的苟且。你放心吧，此事我只会找二弟清算，不会连累姚家。多谢太子殿下。玄公子真是性情中人。他说你打他，那么被打就是他的心愿。大小姐刚才打了他，便是行善积德。他这身打扮倒是少见，前世应该就是他为我披了衣服，让我不至于暴尸破庙。可惜前世没能记住他的脸。方才未来得及细问，小女子刚入京中，还未曾听闻有姓玄的家族。是这样，在下是国师远亲，此番前来是替国师道贺。原来如此，此人前世对我有恩，今生必须找个机会回报于他。只是看他身着华丽，以金银回报，倒显俗气。不如，太子殿下。玄公子，小女子昨夜有仙人入梦，仙人在梦里说江州堤坝发生严重坍塌，军中官员都拦瞒不报，所以你怎么会？你放心吧，国师此前已经卜算出来了，第一批的赈灾物资已经送到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说来也奇怪，大夏在国师庇佑下一直风调雨顺，眼下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送到，京城粮价怕是和前世一样还要涨，国师为何不像以往一样提前几月预警呢？阳寿将尽，天不容我呀！爹娘，你看我的脸，是谁把你伤成这样？还不是姚青青那个贱人，她当着太子殿下的面把我打成这样。你说什么？当着太子的面把你打成这样，谁给他的胆子？那太子呢？姚青青在御前失仪，他没阻拦吗？尚书大人，好叫您知晓，姚二小姐自伤污蔑姚大小姐，太子殿下才替尚书大人出手管教。多谢太子殿下。你把今天的事情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说一遍，不得有半点隐瞒。就是姚青青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爹，你看我的脸被他打的，这叫我怎么见人啊？蠢货！老爷，爹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太子一定是看见你和二皇子私情，所以才会借着姚青青的手惩戒于你。不可能！太子今天的举动已经证明了他对你已全无情意，只剩下厌恶。怎么可能？都是姚青青，一定是他故意引太子殿下过来的。这个
贱人！姚青青，姚青青说的没错，江州堤坝果然出问题了，江州受难，京城必定征粮赈灾，此时稻米价格也必然暴涨。果然是天佑我姚家，竟然真的出了个能预知未来的神女。老爷，那天他还说再过几天八角莲和苦檀子能暴涨10倍来着，咱们要不要？对对对，赶紧去买5万两啊，不，10万两的药材。好，要快。好，爹，这次的事就让女儿和母亲一起去办吧，也给女儿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就你这种人，还要出去丢人吗？可是二皇子还约了女儿。行行行，去吧去吧。哎，哈哈哈。咱们府上可出了大事了，听说了吗？大小姐之前囤了不少稻米，这下涨价全卖出去了。不过她一个乡下来的，能有多少本金？就算稻米涨上10倍，她又能赚几个钱，对吧？也是。娘，爹实在是太胆小了，连2个丫鬟都知道，本金少，赚的也少，爹就给10万，够干什么？既然明知药材要暴涨，就该有多少买多少。娘，你的嫁妆还有多少？我自己还存了一些珠宝首饰，我们都买一些。好，我就暂且再信你一回。京中大旱，补气失衡，燥湿互盛，我有良方，望玄公子药房一叙。往他腿上吧。是。江州堤坝突然溃败，洪水滔天，百姓流离失所。二皇子，那可是你亲手督造，这在建成短短不过3年时间就溃坝了，你如何解释？父皇，请父皇息怒。儿臣在监督堤坝之时，时刻尽心尽力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实在是江州连遇1000年未见之暴雨，这遇见水灾，儿臣冤枉。陛下，二殿下克己奉公，爱民如子。骤降暴雨实属天灾，而非人罪呀。真非人罪吗？父皇，儿臣要参二皇帝滥用职权，收受贿赂，以次充好，辜负圣恩。哎呀，逆子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父皇，儿臣知错，父皇，若是真1000年未见之暴雨，国师能不知道？此前国师就说，仅仅是场普通的暴雨罢了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抵赖？父皇息怒，儿臣知错，还请父皇让儿臣将功补过。既如此，二皇子罚捐50万两。太子，你即日清点钱粮药草，主理江州赈灾事宜。是，儿臣领旨。皇兄又是皇兄，明明我比他更优秀，就因为诸葛玄一句话，父皇就选了他。立贤不立长，这就是屁话。还好我早有准备。二殿下，有事？二殿下受委屈了。姚尚书这是何意啊？江州水患本就不是二殿下一人之责，50万也不过是洋洋纸费。老臣不才，忝为户部尚书，也想为灾区百姓略尽绵薄之力，指望殿下能记老臣全权之心呐。姚尚书的好意，本王记下。不过在这江州大灾面前，姚尚书这几千两怕是杯水车薪啊。老臣自当勉力为二殿下分忧。若殿下不弃，不如到老臣的府上小坐。
新药试验完毕，商行一线，宣哥。娘，八角莲和苦坛子的价格果然涨起来了，咱们这下可发财了。是啊，还好娘听了你的，这要是只买了10万两，现在怕是肠子都要悔青了。等回去啊，咱们就只和你爹说本金是10万两，剩下的钱娘帮你存起来。谢谢娘，咱们这就去把药材卖了。我有个小道消息，这八角莲和苦坛子明天还要涨。真的假的？这都涨了10倍了，还要再涨？说是今晚官府要发布征收的药材名录，这八角莲和苦坛子都是常用药材，肯定在名单上。你想想，官府这么一征收，哎呀，你说的对，今天还真不能卖，还得再多囤一点，对吧？做什么啊？娘，这药材不仅不能卖，我们还应该趁着最后的机会多囤一些。走。谢谢小姐。多谢小姐。看来姚大小姐很快就要得偿所愿了。玄公子会不会觉得我这人蛇蝎心肠，对我自己的家人都心狠手辣？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我没有经历过大小姐的过去，自然没有资格对你的行为做出论断。但在我看来，大小姐心思坦荡，并非无故为恶之。玄公子当真如此觉得？有时候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恶人。会如此审视自身之人，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呢？更何况姚小姐提供的新药方，药效更好，成本更低。太子已经入宫面圣，待药方公开后，百姓自会感念姚小姐一片人心。我哪有什么一片人心？我只不过希望自己的母亲还有妹妹血本无归罢了。这天是要下雨了。多谢玄大人。前路会有风雨，姚小姐，一路小心。告辞。二殿下，你怎么？青鸾许久未见二殿下，有些失礼了，还请殿下勿怪。无妨。你们出去卖药材，收益如何？今日药材价格有涨10倍有余。好，很好。二殿下，老臣愿意将这些钱全数奉上。好，姚尚书的爱国之情，本王记下了。爹爹，我们今日未曾出售药材。今晚官府就会下令收购赈灾药材，八角莲和苦坛子一定在药单之上，明日价格还会继续涨。待明日商行开市，我就立刻前去尽数卖掉。原来如此，倒是青鸾独具慧眼。二殿下，老爷，官府方才颁布了征收药材的名录，八角莲和苦坛子售价几何？这2味药材并不在收购之列，如今价格已经……什么？你无妨，老臣府上还有不少积蓄，定不会误了二殿下的正事。老爷，积蓄已经买药材了。我不是让你们拿10万两去买药材吗？你们囤积了多少？15万两。是50万两。老爷，不关我的事，都是青鸾，是他太贪，是他怂恿我的。娘，你爹，二殿下，
这批药材本来是赚钱的，赚了很多很多。是我们听到有人说明日还会涨，我只是想继续多赚些银子。蠢蛋！老爷，我知错了，老爷。知错有什么用？知错就能把银子拿回来吗？来人，把他们俩给我！我有办法。二殿下，如今八角莲和苦坛子价格暴跌，是因为那些人觉得他们无用。但如果此刻京城出现一种必须要这2种药材才能医治的疾病，那我们囤的药材不就有用了？你是说散播异毒？异毒倒也不必那么严重。二皇子殿下，这2种药材都是驱虫清热的，对应的也不过就是发热头痛的小病，只要控制得当，治疗及时，死不了多少人的。对呀，二皇子府上有南疆虫师，只要拿些能导致这些症状的毒虫，随便往人多的地方撒点，这药材的价格不就上去了？二殿下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。如此一来，我将一个大把柄送到了二皇子手上，二皇子又何尝不是跟我上了同一条贼船？只有让他自以为握住了我的命脉，他才会对我推心置腹，用之不疑。姚尚书所言极是，其实这种东西，本王还真有，不过倒是未曾试验过。二殿下放心，测试药效的事就交给青鸾吧。大小姐，怎么一夜之间感觉府里生病的人多了许多？父亲母亲呢？回大小姐，老爷夫人还有二小姐连夜赶去郊外的庄子小住了。他们昨日刚刚因药材之事亏损一点，此刻怎会有心思出京谋款？药材亏损，囤积治病，糟了！来人，即刻起封闭府门，姚府上下众人一律不得出入。姚府众人烧烟杀虫。是。前世明城让太子垮台的虫害提前了。来人，备车去姚府。他们囤的药材果然不假，不过这也证明八角莲和苦坛子确实对症药物。二皇子前脚刚离开姚家，姚家就出现了虫害，看来前世今生的虫害都和二皇子脱不了干系。大小姐，府外有人叫，府外有人叫门，我们开还是不开？好，知道了，那我过去。外面的宾客，姚府这几日闭门谢客，请回吧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玄公子，这里危险，你怎么来了？姚府发生何事？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你还好吗？姚府今日大量人员感染了虫毒，此病大约需要八角莲和苦坛子2味药材作为主药，不知玄公子可否帮我采买一些，抛入院墙？正巧，我车上就带着这2种药材。有药了，药了，太好了！多谢玄公子，帮了我姚府一个大忙。果然，只要试图窥探或是干涉他的命运，就会遭到因果反噬。
玄公子，玄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无事，只是想到能帮上大小姐，我很欢喜。你能来，我也很欢喜。大小姐，你害怕吗？你没有来之前，我还是怕的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就像我的福星一样，只要你一出现，就有好事发生。福星吗？只愿我是3星才好。公子，公子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玄公子，玄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！他这是怎么了？我家公子他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听闻姑娘府上出了事，又急忙赶来，许是一时疲惫，所以……来人，快扶玄公子进去。这位公子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最近耗了心血，稍养几日即好。有劳大夫了。对了，还要劳烦大夫在府上多住几日。放心吧，国师府请老夫来的时候已经严明厉害，现在府中药材充足，有老夫在，3日之内定能消除虫毒。大小姐以大毅力隔离全府，阻止虫毒蔓延至京城，大智大义呀，老夫钦佩。什么虫毒？是的，父皇，京城周边似乎有不少虫毒征兆，不过国师已经卜算到，提前让儿臣储备好了相应药材，此时已经下发。内臣当中户部尚书府内突发虫毒，姚尚书夫妇和姚二小姐都十分凑巧的不在，幸亏姚大小姐当机立断隔离全府，否则现在的京城恐怕已经乱了。这个姚大小姐倒是个奇女子，似乎之前朕在所用药方也是她献的。正是，而且国师对这位姚大小姐也十分在意。是吗？看来国师所说之人就是她。什么人啊？皇儿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国师天劫将至，务必要找到一个双命之人，心甘情愿地替他缔结，他才能安然无恙。否则阳寿无多。什么？阳寿无多？姚大小姐缔结？诸葛玄，你终于有把柄落在我的手中了。这样，你亲自去趟尚书府，替朕传一道旨意。是，父皇。谢公子送药之恩。看来府中虫害已除，大小姐可以放心了。玄公子大义送药，功不可没。大小姐，老爷他们回来了，但没有进门，却带了不少人堵在门外，说我们散播虫毒，要我们给京城百姓一个交代。倒是比我预想的早了半日，正好这笔账我就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，和他们好好算算。各位听老夫一言，既然京城虫毒出自我们姚府，我们姚府自然不会坐视不管，待严惩元凶之后，便会将药材拿出来
治病救人。重毒？什么重毒？没听说过呀。谁知道呢？听他这意思是要送药材，不拿白不拿呗。姚青青，你从乡下的庄子带了重毒回来祸害京城，你可知罪？妹妹，你和父亲母亲出去游玩数日，都没有知会我一声，这一回来便是兴师问罪，真是让人诚惶诚恐。我们前去寺里上香祈福，菩萨预警说是你将病灾带入京城的。母亲，京中国泰民安，何来病灾？母亲切莫危言耸听。哼，装模作样！你们家中定有感染重毒的家人，罪魁便在此处。我姚府大义灭亲，愿将此人交给百姓们处置。哎，你说了这么多，到底什么时候送药材啊？这位娘子家里一定急需药材吧？正好，我姚府有足够的八角莲和苦坛子，每份只需50文。什么？这是卖钱的呀？还卖这么贵？就是啊。走了。对，走，怎么吵呢？你们不要命了吗？这可是给你们治病救命的药材，区区50文而已，已经很便宜了。我呸！你才有病，老娘全家健康的很。就是啊，这些药材在药行卖，一包也就20文，你们这张口就要50文，拿我们当傻子呢吧？就是啊，当我们冤种啊！你们，哎呦，这里真有八角莲和苦坛子啊，咱们可快买啊！城南都因为重毒死了不少人了。城南都因为重毒死了不少人了。什么重毒啊？这有重毒，是不是真的？真吓人了！哎呦，你们还不知道呢，城南那边病死了好多人，现在在医馆里面根本买不到八角莲和苦坛子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，我可得多买一点。给我来5份。哎，我先来的我先买，给我来5份。哦不，10份。给我来点啊！我有。50文一份，大家别抢了啊！哎呀，母亲。咱们的药材也不多了，他们一人买这么多，咱们这些药材救不了几个人的。那怎么办呀？我们今天可是来救人的。那这样吧，只有前面这20位可以按50文的价格出售，后面的就100文一份吧。什么？你这不是坐地起价吗？是啊，怎么能这样呀？我们也没有办法，你们买的太多了，为了救更多人。只能调整一下价格。哎呀，这怎么能这样啊？买不着。二皇子到，闲杂人等退避。哎呦，下官向二皇子殿下请安。听闻姚府附近出现虫害，姚尚书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禀殿下，下官和夫人小女离京数日，今日方才回来。实在是不知详情呐。父亲，您此时再为姐姐遮掩，又有何用呢？殿下，姚青青当年就是因为命格犯煞，自小就被我父母送到乡下庄子，原想着过去这么多年煞气应该除掉了，谁知她竟将乡下的毒虫带回京城。此事与我姚府无关，请殿下明鉴。哦，姚青青散播虫害扰乱京城。你可知罪了，姚青青散播虫害扰乱京城，你可知罪了。整个姚府上下并无人染病，周遭百姓也无重毒踪迹。二皇子是要以虚无缥缈的命格之说来平白无故断定臣女的罪吗？大胆，竟敢对二殿下如此的不敬！哎呀，殿下。下官之女驾前失仪，是下官疏于管教，都是下官的错呀！方才妹妹也说了，我终日在乡下长大，整天只为吃饱穿暖而发愁，疏于礼仪教养也在所难免。二皇子，仅凭父亲和妹妹的一面之词，便断定臣女的罪，请问父亲和妹妹有何凭证？那你又如何证明你没做过？荒唐！莫说散布虫毒如此大罪，就算偷鸡摸狗，也得捉贼拿走。岂不说口说无凭，随意捏造，
岂能让被诬陷之人竭力自证的道理？对呀，如果是故意散播重毒，那确实要拿出真凭实据才对啊。有什么真凭实据啊？这种脏病，就算不是他故意散播的，那也是从乡下带来的，左右都是他。你敢赌咒发誓，你最近没有生病过？妹妹出门之后，我确实感染风寒，却不知妹妹出门在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哼，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你肯承认生过病就好，即便此刻已经痊愈。当你染病之时，四处走动，便会传染他人，这怎么能算是污蔑？妹妹倒像亲眼看过似的。只可惜，在你们出去之后，我自主封府，整个姚府这几天无一人出过府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证明啊？我能证明。我能证明。哼，你是何人？又有何资格作证？老夫是否有资格，还请姚二小姐问问二殿下不妨。神医救过父皇性命，乃是皇室恩人，父皇多次延请，可张神医每次都以云游行医为名推拒，不知张神医今日为何来此？老夫受国师府之邀，来姚府看诊。入府之前，姚大小姐便有言在先，来府之日，除非病痛全无，否则不得擅自离府。于是便待到今日。哦，姚青青，好大的胆子啊！你可知连父皇见了张神医都得礼让3分，你凭什么把他老人家私自扣留在府内啊？岳丈，你竟如此胡闹！你可知你这等悖逆之举会耽误多少一代神医医治的病患？人命关天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欲知轻重，我看不知轻重的是另有其人。这姚府众人所疑患病，确实传染性极强的重毒。若非姚大小姐当机立断，大智慧、大毅力，封锁全府，不得进出，恐怕这京城正如姚大人所愿，那是哀鸿遍地，上无数吧。赵神医，老夫这不……老夫子来到这姚府之日，看到姚府上下上行下效，虽有柴米短缺，可众人互相勉励，无人违规出府。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姚大人制毒有方，哼！现在看来，这京城百姓能安然无恙，姚大小姐居功至伟，请大小姐受老夫一拜。不敢。对呀，我最近都在这边卖菜，姚府大门确实紧闭好几日了。哎，说起来，我还见过有人顺着院墙往里面抛些米面，我当时还奇怪，怎么有门不走往里面抛东西啊？原来是姚大小姐为了保护京城百姓自封府呢。姚大小姐聪明果敢，还有善心，某些坐地起价的人一对比，哎，闭嘴！你不要命了？就算重毒没有蔓延，散播重毒那也是诛三族的大罪呀！姚府这是要和这个姚大小姐切割呀！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有重毒在姚府出现？即便是姚青青控制得当，没有让重毒蔓延，她作为重毒根源，也难辞其咎。妹妹说的真好，好端端的怎么会爆发重毒呢？今日我就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们3位。3日前，你们连夜离开姚府，未曾知会我一声，为何你们刚刚离开姚府，府上就有人生病？又为何你们远在京外，明明知道府上有人生病，却不知道我封府之举？你们今日回来，还未曾进门询问人意，就召集百姓登门问罪，京中并无重毒传闻，你们如何一口咬定重毒源头就在姚府？你们外出礼佛，结果在回城马车上满载着此次重毒的药物。3位，解释吧。
反了你了！竟然当街逼问长辈，言辞不敬！你还不赶快给我回去闭门思过！父亲是要以强权镇法理，以孝道正公义吗？你放肆！你这逆女，顶撞长辈，污蔑不孝！你敢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逐出家门！就算逐出家门，我也要为自己、为百姓讨一个公道！哼，公道，百姓不需要公道。今日将他逐出家门，百姓就不会在意冲突，更不会在意高价药材。他们只会在茶余饭后讨论姚家大小姐被当众逐出家门。哼，好，既然你冥顽不灵，休怪我无情。今日在场的各位做个见证，这个逆女顽劣不堪，目无纲常，本官今日便将她逐出家门。圣旨到！这里好生热闹啊！二弟也在。见过皇兄，不知什么圣旨这么重要，竟能劳动皇兄亲自传旨。此时送到尚书府来的圣旨，定然是皇上取消选秀的旨意。若是颁旨后再将他逐出家门，倒显得我姚家过河拆桥，必须赶在太子颁旨之前。户部尚书府，太子殿下且慢，老夫有事禀报。姚尚书，有何事不能等到姑颁旨之后再说？回太子殿下，老臣教女无方，出了个忤逆长辈、诘问父母的逆女，老臣正打算与姚青青断绝关系，还请太子殿下恩准。姚尚书，骨肉血脉岂可轻断？我劝你还是三思吧。逆女胆大妄为，目无尊长，老臣思虑再三，实在无力管教，只能割席断亲，正我门风。你不后悔？绝不后悔。姚青青接旨。臣女草民接旨。户部大夏子民姚青青，现重夺而不乱，处困境人念名声，冷静聪慧，堪为我朝女子之表率，特封为秦安郡主，赐婚国师诸葛玄，择日完婚，钦此。什么？郡主？他凭什么？赐婚？那我和玄公子，不对，为何听闻赐婚，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玄公子？难道我对他……不行不行，亡命难违，我不能连累玄公子。青青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接旨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会儿又叫你……要不人家能官拜尚书呢？草民接旨谢恩。青青，得此殊荣，真是皇恩浩荡。老臣代小女谢主隆恩。恭喜姚大小姐。哦，不对，你已脱离姚府，此后便是清安郡主了。清安郡主，千岁千岁千岁。多谢太子殿下。诸位平身。谢郡主。太子殿下，方才是老臣一时气话，请太子殿下勿放在心上。清安郡主既被指婚，想来大婚在即，若无父母高堂在座，如何体面出嫁呀？姚尚书是觉得我们皇室给清安郡主的体面，不如你一个随时可以助她出门的姚府吗？老臣不敢。太子殿下，青青自幼不在我身边长大，好不容易回京，还没能在我膝下承欢几日，便要出嫁。若是不能从我姚府出阁，臣妇之心……哎呀！
方才我被姚尚书逐出家门之时，尚书夫人的心还安然无恙，怎么现在开始难受起来？莫非尚书夫人也见不得我好？莫非尚书夫人也见不得我好？我那个不是。清安郡主真是今非昔比，往日在家中做小伏底，如今一朝得势就罔顾血脉人伦。如今不认我们姚家，也不认我这个妹妹，我却仍得贺你新婚之喜。只是不知道你那国师夫君如今年岁几何？对呀，国师入朝20年，想必也有40-50岁了。何止啊！我听说国师的徒弟都40-50岁了，这么算，国师恐怕得60-70了吧？呀，这么大岁数了，那可真是委屈我们清安郡主了。难道皇上这次封爵此婚，只是为了稳住国师派的权宜之计？小女子虽然从小生在京外，但也略知国师的功绩。他观天象，察民情，怀仁义，行善举，以一己之身护万民社稷。蝗灾病祸，地动山洪，多少次大夏灾劫都被他消弭于无形。我姚青青能配得如此国之英豪，谈何委屈？对呀，若不是3年前国师赐药，你爹娘早就死了。之前国师让山洪改道，结果卧床休息了大半年才起得了身呐。清安郡主大意，清安郡主和国师大人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清安郡主，国师夫人，国师确实功在千秋，恩泽万民，可惜他还能护佑大夏几年。姚小姐，这是在诅咒国师。人归虽寿，有尽时。国师大人若身体无恙，为何无法预测这次的重毒呢？姚青鸾，你因为本座向来只管天灾，对这种蝇营狗苟的人祸，实在是疲于测算。因为本座向来只管天灾，对这种蝇营狗苟的人祸，实在是疲于测算。是你，力道有些小啊，看不清，再打。你不是太子殿下的名客吗？为何会在我们姚府出现？啊，私藏外男，我们这位新郡主恐怕私德有亏啊。你是？见过国师。哼，怎么可能？他这么年轻，国师入朝已有20年前，他才多大？放肆，怎可妄议国师呢？国师，家女尚小，童言无忌，这是夸国师年轻。国师3岁入朝，5岁得道，今年20有5，有什么问题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国师不在国师府，来姚府干嘛？本座虽然甚少测算人祸，但对于危及整个京城的祸苗，又岂能视而不见？所以，本座特意以身入局。果然，在姚府内找到了此物。这是何物？我们从未见过。瓶中便是此次虫害的原因。虽然本座亲自在姚府内找到此物，但尚书大人仍有诸多疑虑。本座不愿意空口污蔑，自然是要查到此物的来源，才能定罪。按此毒治法，应是南疆手艺。京中能接触到南疆势力的人并不多，应该不难查。诸位放心，本座3日之内必能查出罪魁，给京中百姓一个交代。诸葛玄就算拿到料瓶，也避不了我姚府罪证。实在不行，到时候我就……国师大人，您是神仙下凡，为何不直接测算出幕后真凶？
把散布虫毒的凶手给抓起来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世人羡慕我能窥得天道，却不知这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本座阳寿无多，少算几次才能多活几天。怎么是这样？是啊，国师大意呀。皇上虽是好心为你我赐婚，但对你而言，我寿数将尽，我自会去和陛下言明，这桩婚事还是……你是宁愿抗旨，也不愿娶我。国师这是宁愿抗旨，也不愿娶我。你明知我并非此意，如今世道女子多奸，若你新婚丧偶，岂非误了终身？人活一世，本就福祸旦夕，有谁知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？若说玄公子面临的是天劫，那我面临的便是人祸。说不准有我在，定会护你周全。那既然如此，玄公子为何不敢与我双宿双飞？烈者诸葛玄愿以余生为聘，求娶清安郡主。得盟不弃，愿托终身。姚青青，一个乡下来的山村野妇，凭什么嫁给国师这般容貌俊俏、地位尊崇的男子？要是他现在人在乡下，此刻被赐婚国师的就应该是我。若我成了国师夫人，这投毒之事想必也能轻轻接过。还好我早有准备。青青啊，你看天色已晚，就算你不认我们，这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住处。难道你一个未出阁的郡主要住到国师府或者客栈去吗？好歹也在府中多留一夜，让娘为你打理打理。是啊，国师大人深居简出，难得在尚书府上小住几日，下官还未尽过地主之谊，还请多留宿一夜，下官也好设宴款待一二。是你忘死。这不关我的事啊！小姐勾引我。前世姚青鸾不娶，徐鹤下药，少来牛儿污我清白。如今此人又出现在这里，原来他又想故技重施。那就叨扰以后上说了。太子殿下，二皇子，如若不弃，也请留下吃个便饭。也好。二皇帝呢？臣弟还有事，就不陪皇兄了。请。只要姚青青在诸葛玄面前失身他人，诸葛玄必然不会要她。但这门婚事又是圣上赐婚，不能轻易作废。届时我提出替嫁一事，他必然应允。姚青青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夺回被你抢走的一切。姚青鸾，你要是收起算计也就罢了，若是你这就是做法自毙。
恕罪！不是君主恕罪！果然来了，真是毫无创新。你还不快滚出去！是。不去换衣服。什么没用的东西！父亲、母亲、太子殿下、国师大人，青鸾有些不胜酒力，去便回。大功告成，大功告成。别怕，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姚青鸾和女二那边处理好了。他怎么知道我的计划？难道我的真实心声他听得到？我听得到。殿下，是我教女无方，青青换衣服这么久都没有回来，真是没有规矩。姚青鸾似乎也离席未定，姚夫人不说自己的女儿没规矩，倒指责起我皇室郡主了。太子殿下，清安郡主应该就是在前面的厢房里，我们大胆狂徒，还不快住手！大胆狂徒，还不快住手！哎呀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青青，你好歹是姚府的血脉，都已经许配给国师大人了，怎能做出如此丑事啊！哎呀，夫人，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儿，小姐勾引我的，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儿。姚琴琴，你这个孽障，简直丢尽我的脸！如此淫贱，陈塘不为过。本郡主又做了什么事，丢了尚书大人的脸？本郡主又做了什么事，丢了尚书大人的脸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在这里？那床上的事，孤也很奇怪，怎么二位还未看到床上人的真面目，就一口咬定是清安郡主呢？我们原来是我们姚小姐犯了如此错事，气得我们尚书大人要陈塘。不是这样的，是姚青青的设计害我。这位家丁，我今日是第一次见，想必一直在你身边。而且今天弄脏我裙摆的也是你的婢女，你怎么说是我设计陷害你？姚小姐是设计将清安郡主引到此处，蓄意命人玷污皇室公主，还是自己和这男子私通？姚小姐可千万想清楚了再说。爹，救我！这孩子，早听你说过你和这人有情，还怪为父不愿意成全你们，现在竟当众做出如此丑陋之事。爹，我的傻女儿啊！闭嘴！本来就是你的馊主意，死你一个总比死我们全家的好。你们，本郡主今日刚被赐婚，也不想发生陈塘这种惨事。要不这样，不如成全了这对苦命鸳鸯，也就算了。小姐姐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！还不快点收拾衣服，带出去！二小姐，不要！你走开！
姚尚书今日先后逐出2个女儿，也算是好事成双。老爷，姚尚书，你今天白天有一句话说的没有错，你果然叫女无妨。秦安，我看这尚书府你也不要住了，姑送你一个宅院做郡主府，就当贺你赐婚之喜。多谢太子殿下。国师，天色不早了，姑呢还要回宫向父皇复命，送清安到郡主府的事就拜托你了。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因为我不想对你有任何隐瞒，我也不想你像今晚这样，将一切都自己处理妥当。今晚虽然是皇上赐婚，但我是真心想要和你度过余生。虽然时间很短，但我也想成为你的依靠，你明白吗？既然你听得到，那你应该知道，我其实我知道你是重生之人，我也知道你我的缘分从前世就已经开始。诸葛玄，我知道你自重生以来，心中全是委屈和愤恨。我也知道你一直以来控制自己2种心声有多辛苦。至少在和我一起时，我希望你安乐自在，无拘无束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喜欢。我知道了，诸葛玄，我信任你。诸葛玄、姚青青，又是你们俩坏我好事！二郎，又是那2个东西惹得二郎心烦，我地放出毒虫杀了他们！哎，行了，你别捣乱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最近外面局势很乱，千万别出去。我偏不。朵朵，郡主，这些就是新来的婢女，请您过目。有劳管家了，这2位留下，剩下的交由你安排吧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出去吧。郡主，我擅长医术，还会些拳脚功夫，就让我近身服侍你嘛。好啊，正好我一会儿要出街，你和我一块儿去吧。好嘞，不过是个脑壳不好的婆娘，等我找到机会，替二郎杀了你，二郎一定欢喜。哼！哟，这天要下红雨了，这泼皮牛儿居然还能娶得到媳妇儿！你不知道啊？那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不知怎的被这牛二损了清白，被赶出来了，这才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生气跑什么跑？当着街坊邻居的面，你吹嘘让我没脸是不是？呸！你这个阿杂东西，凭你也配？本小姐是户部尚书千金，关你什么千金？你现在是我老婆。你住口！我贱人！大好日子，你给老子找晦气！把他给我抬进洞房。街坊邻居们，今天是我牛二大喜日子，都留下来别走啊！留下来喝杯喜酒。恭喜恭喜啊！来，喜酒去。那新娘子为啥子要跑啊？是不喜欢她的新郎吗？多多，你有心上人吗？我当然有了，我家二郎对我可好了，他跟其他汉人不一样，不喜欢煽起事情，以后啊，只会有我一个妻子呢。异族人，二郎，该不会……
可是刚刚那位新娘子的心上人不是他的新郎。啊？哦，我晓得了，是他的新郎抢走了他，那他的心上人也太没用了。倒也不是没用，毕竟那可是堂堂的二皇子殿下，他怎么可能会对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浪费时间呢？你说啥子？二皇子？你说啥子？二皇子？对哈，你姓姚，他也姓姚，那他就是你姚家二小姐。你不会连这事儿都不知道吧？刚刚那个新娘子叫姚青鸾，是我妹妹。我妹妹的事情，我自然是知道的很清楚了。之前我妹妹中了毒，二皇子一着急，让他府内的南疆仆人去给她做解药。南疆仆人，真是再多的甜言蜜语，也抵不过。我怎么说这么多呢？不说了，走吧。本宫不是在寝宫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有什么事啊？过来，伺候老子快意。伺候的好了，老子今天晚上好好疼疼你。不对，全都不对。龙爱怎么会提前？太子怎么还没有倒台？姚青青怎么会被赐封为郡主？被抓去的是姚青青和宁儿，为什么会变成本宫？你叽叽呱呱念叨什么呢？是不是又想吃巴掌了？你要干什么？是你逼我的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想见你。嘴上说想见我，眼睛却一直瞄着我的婢女。既然如此，青青不如将这婢女赶出府去。为何？此人名为阿依朵，曾是南疆古教圣女，被二皇子引诱叛逃至此。她身上的毒虫防不胜防，此次京中虫害，便是出自她手。我知道。所以，你知道？他不是什么有心机的人，随便套几句话便知道他是谁了。你明知此人厉害，却仍将他带在身边。放心吧，我带了防虫驱毒的药囊。你可是中原，为何对南疆虫害谈之色变？区药囊能防得住他的毒虫吗？你凶我！不理你，不理你，不理你。抱歉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是太过担心你了。笑什么？你能这么说，我很开心。但是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上世就在后3日，京城东郊爆发虫灾，死伤无数。我心想着，若是将那南蛮女子居在身边，她便无暇去散布虫灾了。此事我早已传授给太子，他自会安排，实在无需你以身涉险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的国师大人最厉害了。
哎呀，老爷，二小姐，青鸾小姐回来了，让她滚。青鸾小姐看着有些不对劲，她说若老爷不让她进来，她就去找御史，让谁都不好过。孽障！哎，让她进来。是。爹，我别叫我爹，我没你这没用的女儿。姚尚书不肯认我，那你是想认姚青青喽？可惜人家现在是郡主，你已经高攀不上了。你大半夜的回来，就是想气我？我来是想和姚尚书聊聊前世的事。啊！怎么了？出现了第二个受命之人。什么？哼！你想说你前世位极贵妃，可惜现在是残花败柳，你没机会嫁入皇府了。前世姚青青根本没有被赐封郡主，她被牛儿带走折磨致死，她恨透了我们一家，她重生回来就是为了报复我们。她用心声说的前世种种都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也有了前世的记忆，因为我也有了前世的记忆。你要怎么证明？姚尚书深夜未眠，应该是在忧心政敌李大人的事儿吧。放心，李大人的母亲今夜就会因为突发疾病过世，不会再成为姚尚书的困扰了。老爷，去把二小姐的房间收拾一下，安置好了，把牛儿料理一下。是。多谢姚尚书。你叫我什么？爹，回到姚府只是第一步，所有背叛我的、抛弃我，我会让你们有生有世都挣扎在地狱中。我昨天看到你那个瑶儿小姐了。什么瑶儿？你说姚青鸾？是啊，她嫁人了，你以后就不要再想到她了。我还当怎么回事啊？原来是咱们这小醋坛子又被打翻了啊！她嫁人与否与我何干呀？啊，我心里永远都只有朵朵一个人。我就晓得二郎对我一定是不一样的。朵朵，我还有事，我得先出去一趟。这样，你在府里千万别乱动。青鸾，二郎，我本不想这样对你，但是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回来了？怎么，母亲不欢迎我？你爹知道吗？我爹啊，母亲你应该知道，我爹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利益，谁能带给他的利益更多，他就向着谁。我叫了你17年的母亲，可那天晚上，你无情地将我赶出了家门。你可知道我在那牛儿手里要经受多少折磨？都过去了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过去了吗？可我怎么觉得我一直都还活在那一夜呢？两世为人，那是我觉得最为屈辱痛苦的一夜。我被姚青青陷害，被你们抛弃，最后落入贼人手中，惨遭凌辱。你先别说了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快帮我传府医。母亲中的毒，府医可解不了。母亲每天早晨都要喝上一碗参汤，这习惯多年未改，
可我这屋里用的熏香和参汤，便是催命的毒药。老爷不会放过你的。母亲放心，父亲早已为你安排好了后事，用母亲的一条命，换我和父亲再无嫌隙的诚信合作，父亲是十分愿意的。哼。如此替罪之仇已报，过去种种都可以一并接过的吧？那是自然，一并接过。父亲啊，父亲，你怎么如此天真？对了，二皇子那边方才来的回复，他已经到东郊了。没错。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答应？因为他想要的，现在就只有我能给你。孤正想去找你呢。对了，清安府上是否有一个叫朵朵的婢女？确有此人，不过今早就没见她。她在京城散布毒虫，今早被当场抓获。今早，我还以为要在，可惜还是没能阻止她。多亏了太子殿下将其拿获，免了一场灾劫。不是我，是二皇帝。促织东郊重变，还抓到了在京城散播毒虫的罪魁祸首。老二啊，干得不错，朕心甚慰。朕还听说姚爱卿也出了不少力，怎么，你们二人想要什么赏赐啊？为父皇办事，就是为大夏尽心，儿臣不敢邀功。父皇，儿臣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儿臣与姚尚书家的二女儿姚青鸾情投意合，还望父皇赐婚。朕怎么听说那个姚大小姐前几日似乎……父皇，儿臣与青鸾确实是真心意切，如果父皇有疑虑，儿臣可以侧妃之位应之。二殿下，罢了罢了，只是一个侧妃之位而已，你想给谁就给谁吧。谢皇上隆恩。父皇，此次人犯精于玉虫之术，儿臣怀疑之前京都虫害也出自此人之手，而且此人一直藏匿于清安郡主府中。朕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这事儿你确实是多虑了。国师和太子早就向朕禀报过此人的行踪，他是为报复清安而潜入郡主府。清安幸好有国师的护佑，所以才平安无事。原来如此，倒是儿臣多虑了。行了行了，快去准备你的婚事吧。是。为啥子要背叛我？朵朵，要怪就怪你之前给我那瓶毒虫太弱，没能毒翻整个京都。现在证据落在了诸葛玄的手里，他们迟早会找到你，再通过你找到我。现在你能为我做的最后一件有用之事，就是替我扛下京都毒虫之事，然后去死。难道我在你心里就只是有用？我真的很不理解你们这些女人啊！江山、权势、金钱，哪个不比情爱重要？你要我一颗真心，青鸾要我娶她，可笑！青鸾，不要怪我狠心，是你先背青我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还是让姚青鸾成了二皇子的侧妃。看来诸葛玄之前说的第二个双命之人就是姚青鸾。如今我已经失去了重生独有的优势，姚青鸾心思很绝，行事狠辣，我若一味防备，只会疲于应对，必须要主动出击。大婚之日，
好了好了，我的侧妃娘娘哎，再不出门可就来不及了。清安郡主到了吗？这，快去问问清安郡主到了没有。是。侧妃娘娘，您和清安郡主感情再要好，也不能误了皇上定的吉日啊！到了到了，清安郡主到了。走吧。我要让我的大喜之日变成姚青青的忌日。吉时已到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本郡主安然无恙，栾侧妃是不是很失望？姐姐说的是哪里的话？姐姐自幼命格不好，从小就大病小灾不断，所以爹娘才把你送到庄子上去。没想到时隔多年，姐姐的命格还是……我在姚府之时确实灾殃不断，但是不管我是在过去庄子上10几年，还是离开姚府搬去郡主府之后，都顺遂无比。真正命格不好的人也不是我。呀，这鸾鸟图案的字样怎么变黑了？呀，好端端的婚宴怎么搞成这样？这姚家两姐妹啊，是有些邪门在身上。哎，我听说有一种不好的命格会吸走身边之人的运气，把家人害得多病多灾。她自己倒是蒸蒸日上，这不会是栾侧妃吧？皇子婚典之上，你们竟敢说出如此怪力乱神之言！先提起命格之说的人，不是栾侧妃你吗？都闭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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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皇子让你们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！这二皇子殿下！殿下！殿下！衡量是姚青鸾弄断的，黑鸾鸟是我让人画上的，那二皇子的头级是你安排的。看来命格不好的人不是我。快传太医！二皇子真是无辜受累了。姚青青，你住口！栾侧妃命心有意，还请日后多多行善积德，少出府门才是。告辞了。滚出去！全部都给我滚出去！咋的？发作了？还是你给本王下了毒？不是虫，是专门下给负心之人的万会虫。只要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就会头痛欲裂，生不如死。今天是你和别的女人大婚事，你头痛的样子是不是很狼狈啊？贱人！本王命令你给我解开，否则本王让你痛不欲生，挫骨扬灰。解不到了，这虫是用我的骨血喂养的，准我活结那就能活结，你就做不了半点对不起我的事。我要是死了，虫子就会在你体内化为毒液，3天之内你就要和我共赴黄泉。现在我命令你放我出去。来人，找个跟他身材相近的女犯，把她换出来。
这才是朵朵的好儿郎啊！是前世被殿下灭口的南疆虫师阿依朵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殿下这是……没你的事儿，滚出去！等会儿，我见过你，你是那个泼皮新郎的新娘。咋个你们汉人女子都是可以2个夫君的吗？我腿伤了，你过来给我捶捶。放肆！我是皇上赐婚的二皇子侧妃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敢让我服侍你？多多说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我觉得二郎你啊，说得真对，啥子情啊爱啊，都不如实打实的权力重要。所以我要认你当皇帝，而我做你皇后。我要让所有讨厌的人都来给我捏脚。这里是可以见血封喉的毒药，你拿上它去熬死皇帝，你就可以当皇帝了。哼，蛮夷就是蛮夷，脑子是一点都不动啊！若二殿下当场行刺，岂不会被当场拿住？更何况，就算皇帝驾崩，皇位第一继承人也是太子，除非让太子将毒虫拿给皇上。有个未卜先知的诸葛玄存在，他肯定会提前预警父皇。他不是天劫将至，快死了吗？他死不了，他找到了姚青青。其实，替劫。郡主，这是方才有人送到府上的，请您过目。诸葛玄天劫将至，唯一活命机会便是让一个女人真心为他替劫。姚青青，你纵使百般得意，也绝对想不到自己的未婚夫婿会打这个主意。这么晚了，怎么突然过来了？姚青鸾给了我一封信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你天劫将至，是为了替劫才愿意娶我。诸葛玄，我不是画本子里那种没张嘴的女主人公，我也不会为了一个跟我托付一生的人不去相信，而去相信一个满口谎言的姚青鸾。这件事，我只是想听你亲口告诉我。替劫一事是真的。皇上也是为了给我寻找挡灾之人，才大肆选秀，征集京中女子的生辰八字，但我可以以道心起誓，从始至终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用任何一个无辜女子的性命来替我挡灾。我3岁入道，6亲渊博，这一生都在为大夏而活。我只是很想看看，若我真的有一个命定之人，究竟是什么模样。诸葛玄，我难过的是，为什么这件事是我最后一个知道的？你放心，以我既无夫妻之名，更无夫妻之实，天劫绝不会把你认作是我的道侣。我说过，有我在，必定会护你周全。我将真心托付于你，却原来在你眼里，我们还未真正在一起。诸葛玄，你最好老实从了我。我们这样总能被天道承认是一对了吧？会的，只是你这样又是何苦？诸葛玄，上天让我重活一次，为上世自己报仇的血恨，还与你相遇相知，已经是上天眷顾。我不求这一世寿数绵长，我只想每天都活得开开心心。青青，只可惜我终究还是舍不得。看来必须尽早处理好京中之事，这样待我应劫之后，青青才能安枕无忧。殿下，国师府那边出事了。清安郡主不知为何怒气冲冲的从里面出来，然后国师府就宣布闭门谢客。
小的海探听到国师似乎吐血昏迷不醒了。好，青鸾的攻心之计果然奏效，只要对姚青青下手，就能给诸葛玄致命一击。只要能帮到殿下，妾身不敢居功。你跟本王说的那些能人巨士，本王已尽数招揽，禁军统卫也在本王的控制之下。只要今日太子献宝，整个大夏就都是本王的了。父皇，儿臣近日得到一件祥瑞秘宝，想要呈现给父皇。好，快快呈上来。太子有心了。父皇，快传太医！父皇，父皇，你没事吧？父皇，皇兄，你竟然敢行刺父皇！来人，将这逆贼拿下！有。二殿下，眼下陛下骤然驾崩，楚军德行有失，只能靠您拨乱反正，继承大统，稳定江山。恳请二殿下继位。恳请二殿下继位。恳请二殿下继位。二弟就如此等不及吗？此事事出蹊跷，不可排除有人栽赃陷害。事关国度江山，怎能如此草率？看来徐大人有异议啊！来人，把这个叛党同谋拿下！姚安国，逆贼梁子华，弑君弑父，有违大统。今日我就用你的项上人头，以为父皇在天之灵。皇兄，今日还是我赢了。常将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要谋反吗？谋反的人到底是谁？二殿下真当天下之人全都是傻子吗？你不想要你儿女亲人的性命吗？二殿下只知道扣押常将军的家眷以要挟，却没想过会被人李代桃僵吗？诸葛玄，末将方才多有得罪，还望太子恕罪。无妨，姑早知道你和国师的计划，自然不会怪你。国师早就算出了你今日的谋逆之举，也知道你会扣押常将军的家眷，于是早就提前安排暗卫从中替换。常将军从开始到结束，只不过是配合国师跟你演戏罢了。太子殿下，这是贼子梁子锤和末将来往的信件，关于今日的部署等等，皆在其内，可为罪证。乱臣贼子梁子锤，同党姚安国，你们有何话可说？哎呀，殿下，老臣是被逼的。好，我是乱臣贼子，你倒是有张好嘴啊！你明知道那礼盒里面有毒虫，你还任其将它害死父皇。梁子华，你为了地位，你比我还狠啊！还有你诸葛玄，你口口声声说匡扶大夏，国君死劫临头，你却不告知，你也是叛贼，你也是逆党。谁说朕不知情？姑岂敢让父皇涉险？你设计的礼物早已被姑处理妥当，今日姑所带的盒子里，只不过是一只普通的米虫罢了。这一切明明是我安排的。微臣师主张神医，虽然医术不及恩师的一半，但也学得忠君爱国之心，奉圣上之命，与二殿下周旋一案，不值一提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二皇子梁子锤谋逆犯上，即日起便为庶民，永远囚禁在府中。同党姚安国抄没家产，三族同诛。
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哎，看呐，二皇子谋反，真的假的呀？这二皇子谋逆，居然只判了个终身幽禁，皇上还是太心软了。到底是亲儿子吗？你看，皇上对姚尚书一家可没手软。这话说起来，清安郡主不也是姚尚书的女儿吗？这株连三族，你傻呀！当日姚尚书当街跟清安郡主断绝关系，我们这么多双眼睛可看着呢。清安郡主可不是姚府的人，你别瞎说啊！对，那姚二小姐呢？我可听说了，她和二皇子的婚事因为意外没办成。哎，对呀，这么说，她应该还算姚府的人吧？国师有令，送姚二小姐去和姚大人、姚夫人团聚，一家人总要整整齐齐的嘛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恶人自有天收，如果你们只是把我扔在那乡下的庄子里不闻不问，也不会有你们的今日。如果你们安安分分的只是让我代替妹妹选秀，我也认了。可是你们鱼肉百姓，草菅人命，苍天不会饶过你们。人之道，损不足而奉有余。诸葛玄，我们快放开我！你这个贱女人，你之前口口声声说爱我，怎么我失败之后就要逃离啊？我才不要被你关起来！你自己做了错事，凭啥子要我陪到你一起幽禁？之前你对我百般折磨，现在我横竖都了无生趣。不如这样，我先把你弄死，然后本王再死个痛快。你不能杀死我！我体内有毒虫，我若是毒液扩散，战斗就死，整个京城就都完了。当真？真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本王是真没想到，临死之前你还能为本王送上这样一份大礼。废为庶民，终身幽闭。父皇，你不会以为你留我一条性命，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吧？你错了，今日我死，也要搭上整个京城的人陪葬。这毒焰沾之即死。若可轩，你还有几天寿数？不知这次你能否拯救这个大夏的福运？终究还是等不到大婚之日了。烈者一生，多次违逆天道，干守天谴，唯有爱妻青青。爱妻青青，抱歉，你我大婚，宣布不是啊。天老爷呀，国师是个大好人啊！他救了我们全京城的百姓，您不能批他呀！我师护我大夏20载，虽与天道有违，但与大夏有功。还请天道网开一面！诸葛玄，
一张纸鹤就想大发我，等下了地狱，我再跟你好好算账。好，若有来世，我一生陪你。走。罢了，一切皆是天意。你今生因我天劫所累，恐尸骨无存。这是我的心头血，愿他祝你来世顺遂，得偿所愿。天晴了，父皇，哎，国师没有死啊，国师没事，太好了！国师没事，太好了！怎么这么多人？哦，你听不到了？你的心声，好像真的消失了。虽然听不到了，但我还是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真的？臣诸葛玄，请皇上和诸位百姓做个见证，即刻迎娶清安郡主姚青青为妻。好。我才没有想这个。是我想，本想现在与你成婚，此生不离。我也是。哎呀，真太好